心架一路旋风脚，接上式护心拳。松右胯，双手由拳变掌，双逆缠外蓬。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。合左胯，伸走小螺旋，领手摆掌，双逆缠外蓬。下捋后弧，重心左移，收右步，领膝上捧掌。松胯，盖步相合，右脚脚后跟线落地，两手立圆合腕，重心右移，以脚尖脚跟为轴，螺旋，胸腰折叠，下沉外蓬，眼看左侧前方，起身，拨右掌，拍左脚击响，转身螺旋，放松下沉。好，换方向。护心拳变旋风脚，松右胯，由拳变掌，双逆缠外蓬。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小立圆，领手外蓬。松右胯，当走后弧，合右胯扣右脚脚尖，收步领膝，上蓬相合。盖步下沉，两手立圆合腕，以脚尖脚跟为轴，螺旋领腕，胸腰折叠，放松后坐下沉。起身，拨掌弹踢拍手，落地放松下沉相合。好，同学们，旋风脚，旋风脚的难点呢是在于前半部分。我们从护心拳给大家看，护心拳变旋风脚的细节呢，它在于小螺旋和大螺旋的转换。有很多同学做护心拳是一松右胯，两个大立圆摆掌相合，做一个当走后弧把立圆带完。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。咱们在做立圆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叫做渐开线由小化大的一个螺旋。它是什么样子呢？看护心拳到位以后，先松右胯，由拳变掌，双逆缠外蓬。当走后弧，重心微向左移，注意看，左右螺旋走一个什么小立圆。这个小立圆就是先合左胯，收腹上提，再放右胯，螺旋下沉。所以两手到这儿有一个小立圆的变换。但是它这个小立圆变换的时候还要结合上重心，而不是单独说重心来到左腿，一晃手，然后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。不是，它是重心从右腿转化到左腿以后，随小立圆的变化，又转化回了右腿，变成外蓬走大螺旋下捋，这是一个细节。所以大家需要掌握好这个节奏。节奏在哪呢？就是小立圆在转的过程当中，看重心由拳变掌，重心左移的时候，在倒左腿的过程里面，小立圆一画，让两手摆出来的同时，看好，开始往右往上往外走的过程当中，重心顺势倒换到右腿，再放松下合，把大螺旋再领出来。所以它的小度立圆不光结合了当胯的左右开合，还结合了什么？还结合了重心的，移动外蓬。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犯错误的，需要我们多去磨合自己的重心和当胯的运行。方法和动作的这个变化跟大家说清楚了，那易错点是啥？就是大家一碰到立圆的螺旋麻了，主要去走什么了？去蹬腿了，要么是这样去走，这样走你的犯的问题还好一点，稍微一结合当胯一调整就好了。最难的点在哪？最难的就害怕大家稍微一螺旋，左右摆动晃荡自己的膝盖，你这样去走螺旋，它既起不到立圆的好处，它还会容易伤到咱们的膝盖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需要注意这两个易错点啊，就把这个圆给它由小化大，然后再变立圆。那么我们继续往后走，小立圆画完以后，转大螺旋下捋。这个时候重心来到左腿，稍微合右胯，扣右脚脚尖，收步，领膝上提。这个地方有很多同学喜欢什么？喜欢到这儿以后先点脚定个势，
然后再把脚提起来，行不行？行，这毕竟只是一个造型的摆动，但实际上我们要把劲儿连起来。合下来之后，一扣脚，先松沉再领吸，脚通过当胯的合劲儿领起来上去，周身相合，重心自然放松下沉。捧手的时候，记住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啊，领右膝的时候，身法不是往上站直，而是微有上升可以，但尽量是合到原地，高低不变。如果说想要再去练练功力了，合膝的时候，上捧的过程当中，你再往下坐走，这时候就更练功了。但这些动作呢，都不是重点，也不是难点，难点就在于后边这一点的这个旋风脚，怎么击响，怎么落脚盖步的时候，身体能转到一个正确的位置。好，注意看这里，当我们收完自己的右脚以后，注意看落脚，它不是往正前方直接脚尖朝前去落，而是坐左胯翻胯外捧，去找一个看当胯向外旋，带动右脚脚尖向外行的动作，哎，这样去落脚。落脚的位置，右脚脚后跟对应左脚的足弓内侧，重心呢在移到右腿的过程当中，右脚脚后跟慢慢踏实于地面，在这个时候再直接去转螺旋，这样子咱们有一个什么好处？你可以多转一点，再螺旋向下交叉斜步下蹲。有些同学是什么呢？是重心移到位了，你再去插步，你插不下去了呀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脚尖脚后跟为轴，重心微向右放，通过什么方式松？通过螺旋下坐的方法去松胯，这样子你好坐好落。有的同学是比较直啊，一根筋，那非要把重心摆到这儿，摆到位了，那你说你的膝关节和胯打不开那么多，你这不顶个膝，然后再拧过来，是不是伤膝内侧呀？哎，那你到前面放松一点，往前稍微一走重心，脚尖脚跟为轴，螺旋下沉，它这时候还伤不伤膝盖？都不伤了，你的下盘就有这个支点和螺旋的轴了，它就不会伤膝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下落的过程。但是呢，下落之前我们得做个动作呀，看两手，随着下落螺旋的过程当中，身法右转，右手下沉，左手领掌，画圆螺旋，手腕相合。你这个时候转过来之后，重心在哪？在右腿，胸腰折叠的反向运化。有的同学可能到这儿不太会啊，记住啊，胸腰背，胸腰背，胸腰背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先把胸背外捧涌动折叠后坐，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反向的运动嘛。以前咱是这样，先腰胸背，现在是胸腰背，再最后到臀坐下来，把它反向的去做。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两手就会成啥？你看胸先往后的手是不是会先向前放长？为啥放长？手放这儿没动，肩胸往后了，把手给它拉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手拉长以后，节节贯穿，放松下沉，节节贯穿，放松下沉。最后在下落的时候，咱们想想，你落的过程当中，它是胸腰折叠一出来，你后坐，最后这个胯往后沉的时候，有的同学问老师，为啥手会往外捧而不是下按掌？它不是往下沉的吗？你胯不是直蹬蹬的往下坐，它是微向后坐，看到了没有？这时候胯裆在后面，它和手形成一个什么对撑劲儿，这是细节变化，而不是让你说你一下来往下直接一突出就下来了，那反而会伤膝盖，知道了吧？让胯往后走，只要不把劲儿放到哪，不把劲儿放到这儿，你都不伤膝盖；把劲儿放到这儿，你更不伤膝盖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坐下来之后，这个旋风脚它跟咱们之前练的擦脚不一样，擦脚它有个上捧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沉下来之后，你看起身的时候先向外拨掌向外拨掌，拨什么呢？拨右手的同时，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好多同学说了，旋风脚转不过来，新家老家都转不过来，转不过来，因为啥？光靠这个腿去甩，你腿才多大劲儿？有周身合劲儿大没有？答案是肯定没有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咱们看好啊，当我起身要摆左脚的时候，注意这个点，看到了吗？
右手是有一个向外的拨掌外蓬的劲儿，随后在拨掌的一瞬间弹踢左脚，拨掌，弹踢左脚。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转速就起来了？所以你都转起来了，那你的旋风脚的腿上的螺旋合劲儿是哪来的？是腰上还是腿上？所以你的腿只管做弹踢，剩下的交给什么？交给你的腰。还是这点细节，为啥拍不着脚？你蹬的直愣愣的拍不着。弹踢呢，是不是就能拍到弹踢？学会先把膝盖领起来，再拍自己的脚，不要一弄就先弄个棍儿，练成外家拳的武术。咱毕竟是讲节节贯穿的。那左手应该怎么拍？当你右手抡出去摆出来的一瞬间，左手也就顺势转化出来了。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以身法中线为轴，螺旋外膨胀，带动左膝上弹踢和左手形成击响相合的动作。拍完脚以后，以右脚的脚尖为轴进行螺旋，左膝放松自然下合，虚脚点在右脚足弓内侧，两脚放松相合。或者说我们如果转得猛了，你一拍啪点在了右脚前面一点点，行不行？行，只要能站稳。因为这个动作两手相合之后紧接是右蹬脚，它的虚部它不会往这踏实，所以你不管放在前还是放在侧，只要不影响下势变化都可以，因为它的劲力已经结束了，就是摆脚螺旋拍响击响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大家明白了吧？护心拳变旋风脚，大小螺旋是重点，转身拍脚核心螺旋是重点，不要把它记混了。